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侯明昊领衔，搭档张文新、徐振轩，2026古装悬疑王炸预定。家人们，古装剧圈看来要变天了。一部名叫《碧血蝉》的新剧，刚官宣就挂在热搜上3天没下来，讨论度直接拉满。作为爱奇艺押宝的 S 加级重头戏，它还没开拍就凭一个怪字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球。不是仙侠谈恋爱，也不是宫斗抢男人，而是要玩一场充满诡异、奇案和性转卧底的古风探案冒险。最让人上头的是他不按套路出牌的人物设定。侯明昊这次演的不是仙气飘飘的师尊，而是长生宫的长老杨无间。海报上他一身月白道袍，眼神半明半暗，配文观水之命。无间长生，神秘感是有了，但这位道长可不简单。他身怀亦正亦邪的疯批气质，办案主要靠一项绝技——缩骨功男扮女装。想象一下，侯明昊以女装大佬身份潜伏查案，这反差感和戏剧张力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双反串设定，男主侯明昊要男扮女装，而女主张文新饰演的朝廷暗探沈清时，却要全程以冷面男装形象示人，手持短刃，飒爽利落。一个要装女人，一个要扮男人，这设定本身就充满了错位感和无限可能。再加上徐振轩饰演的纨绔少爷周怀，表面玩世不恭，实则是个身患怪病、热爱发明的技术宅。这3位来自江湖、朝堂、世家的怪侠，被迫组队去破一桩桩奇案。光想想他们之间火花四溅的互动，就够让人期待了。剧情也打破了常规，他不走一条主线走到底的路子，而是设计了8大奇案的单元结构。什么活人炼药的山庄，穿嫁衣索命的无舌女鬼，每个案子名字听着就起鸡皮疙瘩。但这些看似独立的诡异事件，最终都像拼图一样，指向一个串联起整个江湖与庙堂的惊天长生阴谋。故事就从无量剑庄剑童失踪案开始抽丝剥茧。这种单元探案结合宏大主线的模式，保证了追剧的节奏感和悬念感。碧血蝉更大的野心在于美学风格的融合，它试图把中式武侠的江湖侠气与克苏鲁风格那种源自未知的心理层面的恐惧感结合起来。这意味着它可能没有那么多光污染式的特效，而是靠阴森诡异的氛围、扭曲违背常理的场景，以及角色面对不可名状之物的心理挣扎来营造恐怖感。这在古装剧领域无疑是一次大胆而新鲜的尝试。能让如此创新的想法落地，离不开靠谱的班底。导演是指导过《显微镜下的大明》的潘安子，对把控悬疑叙事的节奏和质感很有一手。动作指导则请来了参与打造《琅琊榜》经典打戏的金国峰。可以预见，无论是侯明昊反串状态下的打斗，还是张文新的利落身手，都会兼具力量与美感。剧组还计划用长达130天的拍摄周期来精心打磨。在如今短平快的行业环境下，这份诚意值得点赞。演员们也拿出了十足的拼劲。侯明昊为了演出男扮女装的形体感，提前很久就开始进行仪态和打戏训练。毕竟他之前在《入青云》里的古装打戏就颇受好评。张文新为了贴近冷面暗探的形象，毅然剪去长发，还专门去练习马术。从这些准备工作和已经试出的路透来看，主演之间的默契感和角色信念感都很足。总而言之，在仙侠剧和宫斗剧略显疲态的当下，碧血蝉像一股清流，甚至是一股鬼流。他用双反串的角色设定抓人眼球，用单元奇案加长生阴谋的剧情吊人胃口，再用武侠加克苏鲁的美学风格拓宽类型边界，背后还有扎实的制作团队托底。虽然现在才刚刚开机，播出可能要到2026年。
但它已经凭借这些独一无二的亮点，提前锁定了很多观众的期待列表。这部剧或许正预示着古装剧的下一波潮流，将是更重设定、更强风格、更敢混搭的创新之路。不妨保持关注，看看这只碧血蝉最终能否破茧成蝶，惊艳众人。